男人穿上纸尿裤，悄悄潜入女神的家里，贴着枕头一顿狂吸，赶在主人回来前躲进床底下。接下来的事情就尴尬了，只见床垫上下不停晃动，男人眼神迷离，伸手抚摸着床垫，细细感受，心里估计是波涛汹涌。屏幕前的你能否想象床下一直躺个人是啥感觉？男人名叫苍井，从小就被忽略，宛如一个透明人，没有丝毫存在感。和父亲外出被遗忘在车里，险些窒息而亡。初中拍毕业照时，没人发现他不在场，他认为自己和石头下面的爬虫并无区别，没有人在乎他，关心他，甚至同学都不知道他叫啥名。直到这天，阳光女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。这天大学课堂上，苍井正面对提问，手足无措，背后的女孩叫了他的名字，伸出援手递给笔记，帮他解了围。这件善意的举动让苍井对女孩魂牵梦绕，于是他鼓起勇气请女孩喝了一杯咖啡，可自卑的他还是没有表达心意。画面一转，10年过去了，苍井始终对女孩念念不忘，到处打听女孩的下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找到了女孩的住址，只可惜对方已是人妻。于是他来到女人的住处，在外面偷偷的看着，却发现女人如今颓废呆滞，目光涣散，和记忆里的阳光开朗截然不同，再不复往日的青春美艳。两人擦肩而过，女人没有认出苍井，苍井也没有闻见那熟悉的香水味儿。见到这一幕，苍井倍感心疼，当年的女神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抱着疑惑，他辞掉了工作，在女人家对面租下店铺，做起水族馆生意，把女人的照片放大贴在墙上，给塑胶模特穿上女人同款裙子，喷上她熟悉的香水味儿，闭上双眼静静感受，仿佛模特就是女人。但这样并不能满足他对于女人的爱慕，于是买来高倍望远镜，偷窥人家的生活点滴，无论是吹头发还是晾衣服，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天苍井一如既往在窥视女人和丈夫吃的晚餐，突然而来的家暴画面让苍井心中万马奔腾。只见丈夫对女人拳打脚踢，之后又拉上窗帘，这让苍井提心吊胆了一晚上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女人家门口窥视，不料女人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依旧拿着公文包送丈夫上班。可女人脸上的伤痕暴露了她昨晚的遭遇。接下来每个月的10号，苍井都会匿名送给女人一束花，还附带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希望你能过得开心。但女人每次都会把花丢掉，因为她害怕被丈夫发现，到时又免不了一顿毒打。这天女人突然登门来到店铺购买孔雀鱼，这让苍井既兴奋又紧张。然而10年后的重逢，女人早已忘记她的容貌和名字。当苍井说出孔雀鱼的价格后，女人嫌太贵，转身要走。于是苍井以促销为由，把孔雀鱼免费送给了她。在送货上门时，他偷走了女人家的钥匙，配了一把钥匙后又把偷来的送了回去，还在女人的家里装了窃听器，每天不眠不休地窃听着女人家里的一切，还时常溜到女人的床上感受上面残留的气味。不过这也让他听见女人每晚都会发出痛不欲生的哭喊声。于是他干脆换上纸尿裤，悄悄潜入女人的家里，躲进她的床底一探究竟。这天丈夫发现了苍井送给女人的卡片，于是又对女人一顿拳打脚踢，甚至把女人拖进卫生间，把头按在浴缸里，直至她昏迷过去。可目睹这一切的苍井虽然心如刀绞，却不敢出手相救。直到夜深，丈夫呼声响起，她才敢慢慢爬出床底，来到卫生间，抱起全身湿透的女人，并给她盖好了被子。当女人醒来后，通过推测种种迹象，意识到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自己，于是她缓缓开口求救。但懦弱的苍井只是躺着一动不动。第二天，女人接到电话，妈妈说爸爸病重，让她回家见最后一面。晚上吃饭时，她把消息告诉丈夫，却被直接拒绝。お前が行こうと行かないとどうせ死ぬんだ。只见丈夫眼神透露的凶狠，下一秒拿起叉子插进女人的手上，接着又是一顿凶残的毒打。躲在床下的苍井该愤怒，但就是不敢帮忙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心中的女神被男人家暴。回到家后，苍井对着墙上的照片道歉，一边磕头一边骂自己是个窝囊废，最后还把自己电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他看见女人抱着孩子准备逃走，寻思抽根烟冷静一下，却不想残暴的丈夫在半路将她抓住，带回家后又是一顿毒打。
大。而这次女人选择了反抗，可她瘦弱的身体还是不敌强壮的丈夫。只见丈夫提起尖刀，女人不由得恐惧大喊。这次苍井终于不再懦弱，就在丈夫举起刀刺向女人时，男人从背后电晕了丈夫。女人想趁着丈夫昏迷直接掐死他了事儿，可苍井却拦住了她，换成自己动手帮她掐死了丈夫。不过女人依旧想不起来这个陌生的男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。失落的苍井随之离开，来到警局自首。而女人也从他的住所看到了当年大学毕业的合照，这才想起来男人就是总被人忽视的苍井。随后她跑到警局对着男人大喊，苍井激动地流出了泪水。这一刻他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了。这部电影名叫《我在你床下》，苍井为女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获得存在感。在现实中有很多人像苍井一样总被忽视，久而久之他们的生活好似成了不见光明的深渊。所以老弟想说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，请多一点温暖，少一点冷漠，多一点帮助，少一点埋怨，愿我们的生活阳光明媚。